第15回内容主要讲述了重阳先生即将离世前的情景及其对门徒的教导。重阳先生发现当时聚集的学道者中缺乏真心修道者，于是故意装病，驱散那些假修行的人。随后他告诉6名门徒自己即将过世，并叮嘱他们如何处理丧事和未来的修行。重阳先生分享了性命双修的方法，强调内外功的平衡，并提醒他们修行需持之以恒，切勿急于求成。在他讲完后，重阳先生微笑着离世。门徒们依照他的遗训处理灵柩，途中遇到许多意外的善意款待，最终在一位老翁的指引下找到合适的安葬之地。整体故事表达了修道的真谛与对于师徒情谊的深刻思考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风帆动处原非真，本性原名是法身，解得年花为孝义，后来无处着纤尘。话说重阳先生见那些学道之人依然聚集，察其中并无真心向道之人，不过徒沾虚名，指道为由，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，其实并无一点道念。若不使他散去，久必以假乱真，使法门不得清净矣。想出一个妙法来，点了一点头，忽然大叫几声：“不好不好！”惊得那些人齐来相问。先生曰：“我不该出门，在路上受属尸之气，使我心头结郁，身上起泡。解衣与众人看，果然心头肿起，浑身是泡。慌得马丹阳与邱、刘等忙去求医寻药，一连请了几个名医，用过妙药数剂，总不效验。又过2日，泡皆溃烂，脓水交流，臭气难闻。那些学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议说，重阳先生定然无道，自身难保，焉能度人？病都却不了，怎得成神仙？我们各自回去吧，免得耽误大事。于是阴是一个，阳走一个，不上2日，走得干干净净，只丢下邱、刘、谭、马、郝、王6人日夜服侍。先生见众人走完，遂叫他们6人近前吩咐曰：“我明日午时必死，当我自到此来，把马玉一项银钱被我用计贫苦，又帮凑别人埋葬嫁娶，以及遣嫁使女丫鬟，原成家人小子一切装为聘礼，花费银钱若干，又供养这些来学道的人1、2年，故此将银钱尽行用完。如今库藏一空，我死之后若办丧事，必要帮田卖地，但依我吩咐，不许花费银钱。我若死时，也不须悲哀啼哭，休得祭奠开吊。只要几块帛板装着臭皮囊，使邱、刘、王、谭、郝5人轮流抬回陕西涿县，中南之下，绳索断处，是我葬身之所，不得有误。若背我言，我必不安。”邱、刘等闻先生之言，唏嘘欲泣。重阳先生曰：“勿作此儿女之态。”先生虽如此吩咐，邱、刘诸人不免含愁生悲，自不必提。到了次日午时，先生衣冠整齐，端坐蒲团之上，唤邱、刘、谭、马、郝、王6人近前讲曰：“性命双修之法，要内外俱有，缺外功则德性不全，缺内功则本源不清。夫外功者，平生居心，虚实无愧，一言必谨，言有功也；一行必慎，行有功也；一事不苟，一戒必严，莫非功之所积，功之所推。夫内功者何？心物置于昏昧，防疫如防城之险，空空不着一物，守心更比守身之严。时而天人介于己息，天人即交战之会也。吾将内功重而言之，盖内功不可以色见，不可以看求，不可以侥幸，不可以苟安。扫去1毫之色相，即有1毫之阳主；扫去无端之色相，即有无端之阳生。将色相扫毒，不留生了芥蒂，则纯阳之体也。有等修道者，非不性行坚固，而必在速成；功夫未到，便思正果。又逮习无道者，非不加意盘旋，而必在安闲。
日日奄奄欲睡，时时闷闷不乐，精神不振，坚于行持，不肯用功。岂不知一长一计，用尽无限心机，方得随心应手。半丝半缕，费尽了许多气力，方称心而足矣。入学经仙者，不下苦功乎？重阳先生说毕，又取一书，名曰《韬光集》，乃先生亲手所著，内有会稽之道，隐逸之妙，赋予马丹阳曰：汝等6人，当于其中探讨治理，知之非难，行之为难，必勉力行之，无负我心。汝孙道友，道果将熟，不必挂念，只有邱长春功行尚少，汝当指示一二。刘长生色相未能尽空，另有一番波涛。好太谷东游西返，所见之处即了道之地。谭长真欲故而通玄，王玉阳逢尧以入庙。邱长春十番西边苦根茎，龙飞门上大丹成。重阳先生说罢，一笑而逝。邱、刘等谨遵先生遗训，不敢声张，依法入殓，用绳索将棺捆定，寻了一根扛子，2个横担。到了次日早晨，邱、王、谭、郝4人抬起灵柩便行。刘长生背着行李随后事来。马丹阳送了20余里，临别之时，在身旁取出一包散碎银，约有40-50两，交与刘长生曰：家中银钱被先生做好事用尽，一时备办不出，尚有这点散碎银以作盘费，路上减省1、2也得够。葬尸之后急速转来，咱们师兄道友同在一处修行。刘长生将银接过，主与丹阳分离。行不数里，见有许多人拿着寸香片纸拦路祭奠。刘长生近前一看，都是先生门下学过道的那些假修行。刘长生遂一称谢，谁知重阳先生在生之时，生平见不得假修行人。今日先世真灵不昧，见了他们犹然犯恶。从棺木内放出一股臭气，臭得人人眼鼻，个个发呕，站立不住。胡乱磕了几个头，一起走了，那臭气也息。邱长春与郝太谷等抬着灵柩，仍往西行，走不上10余里，有人拦路送饭。邱、刘等以为与先生往年有交事之人，今闻先生归天，特送顿把饭来，尽个人情，不足为怪，忙放下灵柩，便来吃饭。吃罢，到了一个谢字，台上又走。行不多时，见路旁有座古庙，便抬不动了，即将灵柩落平，在庙歇宿。次日天明，又抬到了早饭时候，又有人拦路送饭。午饭时候也是一般，天晚即有冷庙期止。如此走了月余，到了陕西边界。邱长春暗想这事可不奇怪，天地间哪有这般凑巧的事？近处以为是先生相识之人，敬意尽情，未可料得。如今走了许多远，还有人拦路送饭，其事真乃奇异。心中正在默想，时当晌午，忽有人送饭来，请他们吃饭。刘、郝、王、谭与人道谢毕，即取碗筷用饭。邱长春把送饭之人扯在一边，问曰：你怎知我们到此，送这饭来与我们吃，又是何缘故？那送饭之人说，从早有一位穿黄衣的老道长在我们村里来募话，说他有5个徒弟，从山东送灵柩过此，要饶主家一餐。我那主人最是好善，听了此言，故使我送饭至此。长春听罢，记在心头。到次日早饭时节，推说肚皮疼痛，要往前村讨碗滚汤喝。求刘长生帮抬一肩，长生应允，便将行李交与他，接过扛子抬着。邱长春背起行李，放开大步往前走游数里，果见一位穿黄道袍的老人，像是先生模样，往前村里去。邱长春赶紧几步跑到跟前，一手扯着道袍，跪将下去，口叫：师父慢走，徒弟在此侍候。重阳先生调转身来，怒容满面，责长春曰：你这造业徒，不知天地盈虚，消习会稽之道，一昧师承乖巧，漏泄先机，
以此推来，日后又要多用3年炼魔之功，是自取其咎也。言毕，化清风而去。长春正在悔悟，又见林叔来了，忙去接过扛子抬弓，人将行李交与长生。自此以后，永无人送饭，若不是马丹阳所送银两做盘费，难免受饿。又走了半月，驶到中南，然绳索齐断，灵柩坠地。长春用目一观，见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，即走去施了一礼。未及开言，那老翁反问曰：“你们可是从山东抬灵柩回来吗？”邱长春答曰：“正是，老伯何以得知？”老翁曰：“我昨夜梦见王孝廉说他已死，徒弟5人抬灵柩从山东到此，要求我舍一穴之地埋葬其身。我想昔日与他同在省城科举，咱2人甚是之交，遂随口应允。我又问他几时埋葬，他言今日午时。我醒来方知是梦，半信半疑，出来看望几遍，才见你们抬着灵柩正落在余老地上。”常春义将先生绳索断处即是葬身之言，对老人说了一遍。老翁甚喜，即入内去换了几个庄汉出来，各带揪锄、啄机等物，来在灵柩跟前，将棺移过，即于其处打井安葬，顷刻垒成大坟。邱刘等叩谢了老人，又与众庄汉道劳。那老人又请他们师兄弟又到村内款待了一顿斋饭，然后邱刘等与老翁告辞，又问明大卫村路径，大家打一个拱手而去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宋诗西归大势毕，访到东行真道成。